我儿子最近迷上《Overlord》这部动画，他要我帮他 P 个图，让他和纳扎利克大坟墓的总管雅尔贝德小姐姐合个影。所以我首先把这张图丢进这个去背 P 图神器，网址我会放在底下的影片说明，然后帮儿子选一张角度可以的照片也丢进去，接着对这张照片开启去背模式，画一个方形，选择我要的部分，再按下开始去背。过了一小段时间后，得到了一张干净的脸，然后缩到适合的大小，再拖到连接颈骨的位置，这样就 P 好了。下载送给我儿子。大家好，我是来自嘎姆的小哈片刻，今天来介绍一个集结众多前人智慧的结晶 GrabCut 自动去背演算法。将图片中某个物体分割出来这件事，一直是计算机领域的经典课题。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起，就有无数聪明的科学家投身在这个难题中，提出各种千奇百怪的分割法，像是阈值分割法，将图像以一个灰阶值作为分界点，然后把亮度低于这个灰阶值的点都割掉，剩下来的就是我们要的东西。这种方法适合处理实验室以特殊条件拍摄的图片，比如红外线监视器的照片，或是指纹扫描的分析图片等等。还有所谓的区域分裂合并法，就是把一张图先均匀分割成4个区域。如果一个区域里的所有像素颜色差太多，也就是统计学所讲的变异数太大，那就水平垂直各画一刀，再细切成4等份，再对新切出来的区域看看是不是要再切，切到不能再切时，再把相邻的区域拿出来比对，看看它们区域内的颜色分布是不是很像。如果很像，就合并成同个区域，合并到最后就会拼出图像中的物件了。另外还有边缘检测法、区域生长法、分水岭脊髓法、小波变换分割法，以及各种基于人工智能的演算法，太多了我就不一一解释。今天我们要谈的 GrabCut 是从 GraphCut 演算法进化而来的。GraphCut 可以说是开辟了图像分割的新天地。这个方法的应用最早出现在1989年，由英国杜伦大学的数学家 Margaret Gregg 和同校的统计学家 Porteous 和 Short 共同发表的一篇原创性论文。Gregg 是杜伦大学第一位女性的教职员，她也曾在二战时担任战略性轰炸的分析师。在原论文中应用的是黑白影像的分割。这个方法的原理是把一张图上面的每个像素都视为一个小分子，就像水分子、氧分子那样，分子和分子之间会有一条带有能量的连接线。颜色相近的2个点，它们之间的连接会比较紧密，要切开就会耗费比较多能量。而颜色差比较多的2个点，它们之间的连接能量就会小很多。因此要从一张图上切开前景和背景，就是要找到一条耗费能量最少的切割路径，这样就会应用到图论中的最小割演算法。这个方法我们待会会再详细说明。在这篇论文之后，许许多多的科学家立足于这个方法之上，寻找用途更广泛或效率更高的演算法。直到2004年，微软英国剑桥研究院的3位研究员在 SIGGRAPH 上发表了 GrabCut， 感觉这个图切的课题终于又走入了下一个次元。GrabCut 不但找到了图割法的前置作业中自动区分彩色的前景和背景的方法，也对中途切割的过程加入了迭代法的自我学习，并对最后的分割结果加入了边缘柔化的演算法，可说是一个集结了众人智慧结晶的产物。现在就让小哈带大家来见识见识这个演算法的精妙之处吧。在进入理论之前，我们先讲一下 GrabCut 的操作程序。GrabCut 需要使用者先在照片中画出一个矩形，这个矩形应该要把主角完全包进来，矩形的外面会一律被 GrabCut 视为背景。然后呢？然后就没了。接下来只要按下开始去背， GrabCut 就会自动去分析图案，然后帮我们把照片的主角割出来。很神奇吧？也就是说 GrabCut 就靠着我们给它的这么点信息，就能找到分割前后景的逻辑。如果不满意割出来的结果，可以进入编辑 GrabCut 的前后景模式。比如主角手上有一块装备因为和背景太像，所以没被割进来，那就用绿色笔在装备上画一画。如果有背景不小心被割进来，那就用红色笔把它画掉，画完后再按一次开始去背，就可以得到更好的结果。好了，现在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了。GrabCut 到底是怎么从一张图中把主角抓出来的呢？
首先演算法要先靠着我们给的那一点信息，找到一个方法来区分一个像素它到底比较像前景还是比较像背景。GrabCut 使用的是高斯混合模型，用这个高斯混合模型来推测照片中的每个点属于前景和属于背景的几率。这边要先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高斯模型。高斯模型又叫常态分布，是统计学中用来计算几率的模型之一。因为自然界的许多现象都符合常态分布，所以高斯模型很常被拿来推测一些未知的事物。假设宇宙间生物的战斗力可以从0到无限大，我们用战斗力侦测器去观察地球人，并统计了一个战斗力人口的长条图，发现绝大部分地球人的战斗力都在100左右。高斯模型使用2个参数来描述这个常态分布。第一个参数是平均数，描述这个分布的中心点；第二个参数是标准差，描述这个分布的离散程度。当然，我们不可能知道自然界现象真正的模型参数，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测量到的资料去算出近似值。所以这边我们算出地球人的战斗力，平均是100，标准差是10。约有 95% 的人类战斗力都会落在2个标准差的范围内，也就是 95% 的人类，他们的战斗力介于80到120之间。假设我们在宇宙中发现另一种高智慧生命体——纳美克星人，他们的平均战斗力是500，标准差是200，那就大约有 95% 的纳美克星人战斗力落在100到900之间。标准差越大，战斗力的贫富差距就越大。现在假设我们在宇宙中的某个角落发现一个生命体，它的战斗力是500，那就代表它非常可能是纳美克星人，因为纳美克星人的平均战斗力刚好也是500。不过也不代表它就不可能是地球人，只不过它是地球人的几率非常的低就是了。其实我们有了平均数和标准差之后，就可以使用这个高斯自然函数去猜测一个战斗力为 X 的生物，它是人类的几率以及它是纳美克星人的几率。高斯自然函数是用高斯几率分布去反推出来的，因为太数学了，而且推导过程并不是很复杂，这边就不再深入，以免吓跑只想科普的朋友。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 Google 看看公式的推导。大家只要记得，高斯模型不是二分法，而是用数学模型给出一件需要分类的东西，应该属于各个类别的几率。那什么是高斯混合模型呢？再延续刚刚对宇宙人战斗力的研究话题，我们深入纳美克星去做普查，结果发现其实只有非常少的纳美克星人战斗力真的在500左右。原因是纳美克星的男性和女性战斗力差别很大，只看男性的话，平均战斗力是800，标准差是20，而女性的平均战斗力是300，标准差是50。又因为女性占总人口的 60%， 比男性多，所以整体平均比较靠近女性的战斗力。如果我们用之前单一的高斯模型，就会忽略这里面男女不同的细节，而把战斗力500的生物都归类为纳美克星人。但实际上战斗力500的纳美克星人根本就很少，还比较有可能是未知星球的外星人，比如 K 龙星人之类的。高斯混合模型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生的。一个高斯混合模型里面可能含有数个高斯模型。当我们要计算一个战斗力为500的生物属于纳美克星人的几率时，就要去计算将它归类为男性纳美克星人的几率，加上将它归类为女性纳美克星人的几率，这2个几率各自乘上总人口的比例再加起来，就是那个生物是不是纳美克星人的几率。听到这里，小伙伴们是不是都有点疑惑？纳美克星人明明就雌雄同体，哪来的女性？好啦，这点事就别太追究了。终于可以回来讲演算法了。我们使用刚刚介绍的高斯混合模型来判断照片中其中一个点是背景还是前景的几率。那你说为什么不用单个高斯模型就好呢？因为背景可能有森林、有高山、有小河，只用单个高斯模型的话，就会犯了刚刚我们只用一个高斯模型来判断一个生命体是不是纳美克星人的错误。背景里边含有不同的成分越多，可能就要使用规模越大的高斯混合模型。但是问题来了，电脑对这张照片一无所知呀，它怎么知道前景和背景高斯混合模型中每个模型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呢？这个问题的解答就是，电脑会在分类像素的过程中不断的自我学习，并改良高斯模型的参数。我描述一下实际的流程，大家就懂了。
首先，演算法先预设前景的高斯混合模型里面有2个高斯模型，背景的高斯混合模型里也有2个高斯模型。Grabcut 的论文中给的建议是各5个，但现在先用各2个来解说比较简单。然后我们分别用乱数产生这4个高斯模型需要的参数，也就是4个平均数和4个标准差，以及每个模型在混合模型里占的比重，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纳美克星人中男性女性占总人口的比重一样。你没听错，初始的参数真的是用乱数产生的，但不用担心，等一下演算法会在混乱中找到规律的。还记得去背的一开始需要使用者画一个矩形来框出主角的范围吗？这边开始就会用到这个从使用者得来的唯一线索。演算法知道范围以外的全都是背景，把这些背景的像素全部用自然函数算出分类至背景中各模型的几率，然后选择几率最大的模型丢进去。把全部背景的像素都分完后，背景的2个高斯模型里就有许多真正的样本，可以依照这些样本像素的资料重新计算新的模型参数，也就是平均数、标准差和比重。同样的，使用者框起来的范围都先假装是前景，用前景的2个模型算出分类几率，然后选择几率最高的模型丢进去。全部分类完毕后，也可以重新计算它们的平均数、标准差和比重。这时，背景和前景的4个高斯模型都被更新了。我们刚刚把使用者框起来的范围都当成前景，其实是不对的。这时，我们再把框起来范围内的像素用新的高斯模型重新去分类至前景和背景4个高斯模型中的一个。有些本来是前景的点，就有可能在重新分类时被分到了背景。全部分完之后，这4个高斯模型的样本又都被更新了。我们又可以重新计算它们的平均数、标准差和比重。这样循环不停，直到电脑发现在重新计算时，平均数、标准差和比重几乎都不再改变时，就代表我们建立的高斯混合模型已经很接近真实的模型了。最后用这个完成的模型去计算照片中每一个像素属于前景的几率和属于背景的几率，这样就完成了 Grabcut 的第一步。等一下我们就会把这些结果应用在下一个步骤。这边注意一下，我们刚刚只用一维的高斯混合模型来讲解流程，但一维只能用来处理灰阶图，每个像素只有一个0到255的亮度值。实际上一个像素会有3个颜色，所以真正在写程式时，应该要使用3维的高斯混合模型来给像素分类。当我们使用1维的高斯模型时，需要的参数有3个：平均数、标准差和模型比重。而一个3维的高斯模型会有10个参数，包括红、绿、蓝3个颜色各自的平均数和标准差，以及混合模型中所占的比重。另外还有3个共变异数，也就是红色和绿色的相关性、绿色和蓝色的相关性，以及蓝色和红色的相关性。这10个参数组合成一个3维的高斯模型。看起来很复杂没错，但只要能用数学公式表达，对电脑来说都是一样简单的。接下来就是怎么切这张图的问题了。还记得前面讲到像素和像素之间的能量连结吗？我们现在就要把一张图的每个像素都和上下左右的邻居连起来，并计算出每个连结的能量。连结能量的算法很简单，就是把像素的颜色当作是一个3维的向量，黑色就在原点的位置，白色就是3个轴的值都是满的，其他的所有颜色就是在这个空间中的某个点。计算2个立体空间的点的距离，就是这2个点代表的颜色差距。把这个距离带入论文中给的能量公式，就能算出2个点之间的连结能量。距离短就代表2个像素的颜色相近，连结的能量比较大；距离长就代表2个像素的颜色差很多，连结的能量就比较小。把整张照片里所有像素之间的连结都建立好之后，就准备可以用最小割演算法来割图了。但最小割演算法还需要额外2个节点，一个在照片的正上方代表背景，一个在照片的正下方代表前景。前景和背景这2个节点也要和图上的所有像素做连结，到时我们就会将照片切成2半，最后和前景连结在一起的就是我们要的主角。这2个节点和像素之间的连结也都有能量，这些连结的能量是靠各个像素属于前景或背景的几率算出来的，也就是上个步骤用高斯混合模型算出来的结果。一个点如果属于前景的几率很高，那它和前景节点连结的能量就会大。
如果属于背景的几率较高，那和背景节点连接的能量就比较大。最后，我们会生出像这样的能量网路图。大家注意到，这个能量网路图是有方向性的，能量是从上方的背景节点流向照片上的像素，两个像素之间的能量流是双向等量的连接，然后再往底下的前景流出去。待会儿这个最小哥的演算法，就是要尝试将能量从背景节点灌进去，灌进去的能量越加越多，最后在背景和前景两个节点之间就会出现一个能量流的瓶颈，顺着这个瓶颈切开，就可以得到照片中的主角。至于要如何找到割开流量瓶颈的方法，这就要应用图论中最大流等于最小哥的定理。最大流等于最小哥这个定理的发现，归功于两位美国的数学家福特与富尔克森。他们也提出了福特富尔克森演算法，让电脑可以计算出最小哥的连接组合。这个演算法可以处理任何一个随意的网路图，只要这个网路图中有一个节点是进水的水龙头，另外有一个节点是出水口的水槽就行了。我们先用一个简单的网路流来介绍这个最大流最小哥定理 Mix Flow Min Cut。 这张图中共有5个节点7个连接，我们可以把这些连接看成一根一根的水管，其中最左边的 S 是进水的水龙头，最右边的 T 是让水流出去的水槽。每根水管都各自有一个方向的流量限制，就是画面上黄色的数字，数字越大代表管子越粗，能通过的水流就比较大，数字越小代表管子越细，能通过的水流就比较小。这边提醒一下，水管的流量限制是可以双向的，只是为了让同学们容易看明白才只放单向限制。 OK， 那你可以看出这张图中从水龙头 S 流到水槽 T 的最大流量是多少吗？作答时间3秒钟。嘟嘟嘟，时间到，答案是6。其中1单位的水是这样走的，看看这条路线，它最窄的地方是1，所以这条路线最多就只有1个单位的水可以过得去，因此只能提供1个单位的流量。另外有2单位的水走这条路线最窄的地方是2，所以可以提供2个单位的流量。最后还有3个单位的水走这条最窄的地方是3，所以可以提供3个单位的流量。这样总共是6个单位的水流，可以同时从 S 到 T 流过这个系统。然后我们再找看看把水龙头 S 和水槽 T 完全切开的方法，比如这样切会切断7个单位的流量，这样切会切断9个单位的流量，那这样切也会切断7个单位的流量。你能找到切断最少流量的水管组合吗？再给大家3秒钟作答时间。嘟嘟嘟，没错，要完全切断 S 和 T 之间的连接，最少要切掉的水管流量就是这一条切法。切断的水管流量是1加2加3等于6，和刚刚我们算出来的最大流量的数值一样。这可不是凑巧，你想想，不管我们怎么切，我们切断的管子大小肯定跟最大流量一样或更大，不然管子一定爆。你可以想象把所有的管子都捏成一条管子，这条被捏在一起的管子中间有粗有细，但不管是哪一段都一定要可以容纳最大流量。可以说最大流量和最小切的关系是一体的两面，最小切决定了最大流量，也就是整个流量的瓶颈。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网络上查看以数学方法来证明的过程。懂了这个道理后，那要怎么去寻找最大流以及最小哥呢？我们回到刚刚的网路流来解释，其实这个流程很简单，就是每次请电脑从 S 到 T 寻找一条可以走的路，然后以这条路能走的最大流量去充满这些水管，重复这个动作，直到电脑再也找不到路为止。但是这样会发生一些问题，如果电脑第一次找到的路是这条，然后第二次找到的是这条，接下来就找不到路了。但其实我们都知道，第二条路应该要走这里，这样下方的水管才找得到出口，也才可以贡献一份流量。所以从下方的水管出发后，到达 C 点时，他发现前方的水管已经被占领，但他也看到占领这条水管的流量来源，所以他跟这个来源说，请你回去找别条路吧，前方这水管让给我来。所以这个流量来源就回到上一个节点，
把 CT 的流量让给这个新来的，然后回到上个节点的流量，再找到 AT 这条路，这样就皆大欢喜了。但我们要怎么教会电脑这么复杂的逻辑呢？如果有学过图学的朋友，可能会直接喊出来，用 residual graph 呀。没错，但小哈有更容易让同学们 follow 的好方法。我们可以把这些流量限制想象成许多小木船。如果一个水管的流量限制是4，那就放4只小船在流量的头。如果流量限制是1，就放1只小船。如果流量限制是2，就放2只小船。以此类推，把船都摆好后，就让电脑派出水滴船长，一艘一艘坐着船去寻找终点。实作上就是用深度优先搜寻法去找路径，而且在前往 T 的路程中，不能重复经过同一个节点。各位同学有注意到吗？当船到达节点的彼岸后，虽然用掉一艘船的流量，但也创造出另一个方向未来的可能流量。这就是一种可以对走过的路线反悔的概念。等到电脑找不到可以前往终点的路径时，就代表流量瓶颈已经出现了。我们再派一位水滴从 S 出发，看看他在这个情况下还能前往哪些节点。这些节点就是背景，而与这些节点相连却无法前往的水管，就是我们要切开的最小割组合。再次回到 Graph Cut， 我们把之前组建好的像素网路流放进最大流最小割的演算法，就可以找到一条割开前景和背景的最小割。但 Graph Cut 不是这样就结束咯。我们经由 Graph Cut 一次的切割后，得到了背景和前景的像素资料，接着再用这些资料丢回去一开始的高斯混合模型，作为新的模型样本，再用这些样本重新计算出新的高斯混合模型，然后再根据新的高斯混合模型计算每个像素属于前景和背景的几率，然后重新画出新的像素网路流，用最大流最小割去找到更棒的切割方法，接着再把第二次切完的结果又一次的丢回去计算更好的高斯混合模型，这样来回做个好几次，直到最后一次切割时，发现和上次切的已经差不多了，那就可以结束演算法了。到这边为止，我们已经可以把一张图切成2块，一块是白的代表前景，一块是黑的代表背景。但 Graph Cut 还没结束，在论文中还有用到 Border Matting 对最后产生的黑白遮罩做边缘柔化，然后用这个灰阶图去当照片的遮罩。大家可以从这2张图片中看到柔化和没有柔化的差别。在论文中展示的图片可以看到这个柔化连毛发的细节都能照顾到，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不过关于边缘柔化并不是这篇论文的重点，而且其实还有其他先进的柔边法，所以我这边就不再继续折磨大家的大脑了。希望大家能从这次的影片中感受到知识的分享可以如何的让人类向前跃进。那么我们下期再会吧。